今日的地球是一个残缺不健康的星球，正面临着排山倒海的人为破坏所带来的恶性结果与循环。即使人类现在停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动，其恶化进程已然启动，并将持续到未来。如果我们现在不同心协力采取行动，这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个世纪。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叫做《生态建筑可以这么做》，来自马来西亚华裔建筑师杨金文。杨金文194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毕业于建筑联盟学院以及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他是一名马来西亚知名的建筑师、生态学家、规划师和作家，以他的生态建筑和生态计划著称，具有独特的绿色审美。他开创了一个基于生态的建筑架构，从事可持续设计理论与实践。首先是这本书的前言：为什么需要绿设计？我们的社会是以生产物品作为驱动经济的模式，生产的物品数量多得惊人，我们生产所排放的污染更影响了生态的生化循环。这样恣意妄为的生产和抛弃，若不马上采取具体行动，目前的千禧年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千禧年。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规划环节就以环境零冲击和环境正效益为目标，在规划环节就考虑到产品的归宿，最终不留痕迹地重回自然的怀抱，将建筑的生命周期纳入我们的设计，这样预期性的设计方式正是生态建筑的基本目标。接下来是第一章，我的早年建筑经验。杨从小就对建筑产生兴趣，但是在中学时，他发现相较于混凝土粗犷主义的冷漠无聊，能够带给人快乐有趣的建筑才是他感兴趣的。杨在剑桥攻读博士的时期，自主性建筑与众多绿色运动等新颖的环保价值观正慢慢出现。虽然不受全国接受，但经过多个月的研究后，杨意识到应该从宏观的画面做起，从社会与环境的影响，重新构思人类社会所建造的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想法让他决定专心研究生态设计与规划。1973年的石油危机更推动他研究的动力，让他了解到自然环境才是永续建筑的核心。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伊恩·麦克哈格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法，但这套方法基本上还是在总体规划上。他认为有必要将它提升到建筑设计的层次。最后，他得到一个结论：生态设计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在建筑环境里遗失了。建筑已经彻底去自然化，人类在地球中的建设都是在清除自然，用呆板的无机物质大规模取代它，最终将地球变成非有机的存在，去自然的环境。为了与生态平衡，人类的栖居地就必须和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同质性，并不是说仿生，而是生态模拟法，模仿生态系的属性，将生态系定义为有活的有机物与环境里的非生物成分共同构成的群落。这样的定义之下，再回头看我们的建筑环境，显然在本质上是无机的，里面也没有任何重要的生物成分。为此，杨将整合型的景观元素融入无机建筑系统，目的在于得以共享自然资源，提高生物多样性，并且建筑需要使用再生能源，材料需要能够回归自然，管理水资源成为零耗水系统，做好消化及封存排放气体及液体。虽然这样的设计及理想是好的，但对于业界仍然太过于抽象。为此，杨进入商业学院进修商业课程，培养在业界谈判的重要技能。在生态的框架下，不只是生物，气候也是一大重点。生物气候设计成为一种被动式低耗能的设计，在采光、通风、材料、立面设计上，将气候元件设计做到最佳化，为接下来主动式无污染科技、环保工程的加入打下良好的基础。因应当地气候，建筑往往在造型、方位、布局上形成一定特征。这种建筑样式被称为批判性地域主义。若我们的建筑能够让使用者留意自己身处的地点与环境的关联性，再加上当地的文化特色，这样情境主义的设计方式与一体通用的建筑产生区别，产生其美学独特性。意之为了能与宿主做到最好的整合，设计目标就是寻找出有效整合人体装置和有机宿主的解决方案。人类营造物其实就像抑制装置，本身是为了能让人类与生态适应。
实现人造建筑环境和自然环境毫无缝隙的生物整合，使建筑环境成为一个能与大自然生成的生态系统产生互惠共生关系的人造生态系。在现有产品中，最终都会走向丢弃的结果，但其实在地球这个封闭系统中，废弃物始终会滞留在地球的某处，所以在羊的设计中，希望能模仿大自然在生态中处理产出物，让生态系里的物质能够被生物自然降解，从而循环利用。所以在建筑材料创造之前，我们就需要先设计好日后怎么拆解、回收、再利用，最终能再整合入环境中。现在自然环境被人类破坏的支离破碎，为了修复，我们需要构建新的生态交汇点，将自然恢复为一个整体。而建筑方面，我们设计上有3个阶段：被动模式，建立低耗能建筑；整合模式方案，创造高效率、干净的技术；配置生产模式，建筑本身设计能源生产方式，并且取自再生能源。为了建筑模式的未来发展性，宽松式的规划虽然会多消耗一些资源，但赋予建筑更多灵活性，在合理的规划下找到系统的合成程度非常重要。而既然绿建筑需要能呼应所在位置的气候条件，再来是适应当地生态，绿建筑美学就不会只有一套，在适度的绿设计下，展现植栽繁复线条的美感。除了在建筑下功夫以外，我们需要将目光放到整个社会中，从建筑开始思考整个环境、交通、行为、工业，将整个社会、自然环境重建整合。虽然目前尚未有完全的绿建筑，但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努力，在商业面、道德面的影响之下，找到合适的设计方法，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羊的生活围绕在4个 R 之间，驱使他的人生前行，实践生态建筑，执行生态总体规划，不仅是为了自然环境，也是为了未来的时代。这本书不仅是写给建筑界，也算是送给普罗大众。杨经文建筑师作为绿建筑界的大前辈，将他的经历写成书，给我们不少建议。对于我来说，在学习建筑的过程中，在绿建筑方面也有不少提点。虽然建筑不是只有绿建筑一条路，但在这样自然环境之下，生态建筑一定是未来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那今天关于这本书的介绍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的话，这本书目前在博客来也可以买得到，一本大概在400元左右。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赞。那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订阅。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看的书或者想我介绍的，欢迎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今天影片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拜拜。